世界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，而我水到离谱。我爸是金融大鳄，可我10以内加减法算不明白。我妈是漂亮影后，而我长得平平无奇。我哥4岁就创办了自己的个人艺术展，而我5岁还在他屁股后面阿巴阿巴。就连家里的佣人王妈和管家陈叔，一个是隐退大佬，一个隐藏大拿。万幸的是，他们都非常宠我。我也逐渐想开了，一直到某天，网上很火的天才少女登门，要我让出她真千金的位置。很好，悬着多年的心终于死了。我从小就觉得和这个家格格不入。我爸是金融大亨，我妈国际影后，可我脑子一般，长得普通。要说物极必反，我哥却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开花。4岁创办个人艺术展，8岁进入清北少年班，15岁入围全球最英俊面孔前10。想嫉妒，想扭曲，想在阴暗中爬行。不过最后我选择和自己和解，毕竟祖坟不能一直冒青烟，日子混吃等死的过着。一直到火遍全网的天才少女登门，产房的护士亲口承认的，当初生产时不小心调换了我俩，我才是真正的苏家大小姐。你这么普通，怎么可能是爸妈的女儿？今天我就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杜若晴一个人来的，身上却带着一群人的气势，言之凿凿，让我们全家，不是我和另外一家3口都陷入了沉思。冷漠的爸，错换艳丽的妈。我怎么知道生完光顾着数妊娠纹了？孩子不是交给阿娟了吗？面瘫的哥沉默3秒，冷冷吐出一句：我当时才3岁。艳丽的妈沉默了几秒，继续甩锅。可是你抱着小宝可喜欢了，还一直问我这么好玩的玩具能不能分一半给自己的小女友囡囡。囡囡不是我女朋友，可是她每次看到我都喊我甜甜的，喊我妈哀。我如坐针毡，杜若晴的脸上也不好看。眼看着我妈和我哥越扯越远，忍不住站起来打断：爸妈哥，你看看我这张脸，再看看他的，我们才更像是一家人吧。他指着沙发上的我，我摸了摸自己这张平平无奇的脸，认同点头。从小到大，我哥囊获的夸赞包括且不限于英俊、好看和爸爸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而到我这就一句：这丫头长得可真好，很惆怅。还有我从小到大都是品学兼优的尖子生，可是据我所知，他从小到大都是吊车尾，连大学文凭都是买的。杜若晴继续举证。听到这话，我略有羞愧地低下头。自从上学以来，哥哥回回第一毫无悬念，我次次到一无所争议。老师不信邪，单独给我开小灶补课，然后颅内高压进了 ICU。迷离之际，他握着我的手不放，仍在不断追问他们究竟是什么关系。我很愧疚，痛定思痛，在考试前一天晚上头悬梁锥刺股，挑灯夜读，背下了一整本数学书。而这一次考试，我成为在卷面写满数学公式得0分第一人，火遍全校。念及此，我扭头看向爸妈和哥哥，一脸沉重。有没有可能，或许真的你们才是一家人呢？爸妈陷入沉思，哥哥目光凝重。杜若晴还在呐喊：爸妈，你们不相信我是你们的女儿吗？我独自在外面流浪18年，好不容易回来，你们怎么能不相信我？就在气氛越来越焦灼的时候，一直站在阴影里的王妈出声：先生、夫人、少爷、小姐，其实现在有没有一种技术叫亲子鉴定？亲子鉴定过程挺顺利，鉴定报告1个月后拿。杜若晴不乐意了，和工作人员吵了起来。凭什么结果要等1个月？凭暗号排队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公民？谁给你的勇气跟我这样说话？国家、国营单位，工作人员面无表情。杜若晴气得跳脚，我看得脚趾扣地，周围陆陆续续围了人。我看不下去，走过去拉他胳膊劝：要不就等等，1个月而已。话没说完，我被杜若晴甩开：你闭嘴！你当然巴不得再鸠占鹊巢1个月，但是我绝对不会给你这个机会。他甩开我，旋即揪住了工作小哥的白大褂，
中气十足。我命令你，今天就把结果做出来，不然后果自负。后果是杜若晴喜提3天拘留。3天后，杜若晴重新上门，她要求住进家里，理由是想要感受多年不曾感受过的家庭温暖。冷漠的爸、王妈被防，杜若晴喜极而泣，红了眼眶。爸妈的心里早就认定我的身份了，真的是太好了，以后我一定承欢膝下，每一天都和你们在一起。他朝我挑衅一眼，说得超大声，我要弥补曾经缺失的陪伴。我别过头，绷住表情。陪伴，自我记事起，我每天都是从500平的大房里醒来，然后在8米长的餐桌上吃早饭。家里固定成员是王妈、陈叔，周末回家的哥，还有院子里的2条杜宾犬。孤独寂寞冷是我童年的标签。年少时，我最喜欢的就是45度仰望天空，完美演绎青春疼痛文学的悲伤。发朋友圈内容都是有钱买不到爱和陪伴，懂得不用问，不懂何必问。当然，这种行为截止到过年年夜饭。我哥把我朋友圈内容截下来，等比例放大，做成 PPT 语录，在餐桌上循环播放。社死的往事不想再回忆第2遍。我为杜若晴掬了一把同情泪，她的梦想注定要落空。不过，我艳丽无双的妈笑得很开怀，连声鼓掌，激动附和，说得太好了。我也希望可以弥补曾经的缺憾呢。你长得这么漂亮，我一定要把你打扮成惊艳绝伦的小公主。惊艳绝伦的小公主。听到这话，我和我哥几乎是同频向后退了一步，欲言又止。只又欲言。不过看着我妈拉着杜若晴兴奋如少女，我和我哥对视一眼，张开的嘴巴又闭上了。我那么多漂亮衣服一直都没有人穿，现在总算是找到模特了，真的是太好了。妈妈，要是你愿意，我愿意一辈子当你的模特，真的真的，呜呜呜，真贴心，我要感动哭了，有你真好。杜若晴被哄得忘乎所以，又一会儿，她余光瞥向我，妈妈，你以前都没有给姐姐打扮过吗？不过也对，毕竟不是亲生的，当然没有亲母女那样亲密，就像是门口院子里那2条狗，舐犊情深。只有亲母女才能这么亲密，假的永远都成不了真的。杜若晴洋洋洒洒一大段，越说越露骨，看他们依偎相靠的模样，就像是映射我们一家人。我忍不住提醒，大黄小黑都是公的。杜若晴笑容僵住，我10几年前就绝育了。杜若晴的脸色姹紫嫣红，不过很快，杜若晴的表情又恢复得意。她被我妈兴奋地拉上楼，临走的时候还不忘用胜利者的目光挑衅我，却没有注意到我眼底的同情。祝她好运。午餐时间，餐桌上还是4个人，我哥、我妈，还有被打扮得跟多巴胺娃娃的她。豪华礼服，精致珠宝，高顶礼帽，不是高定，是高顶。我看着头上顶着8层蛋糕长装饰，脸画得跟在中世纪女鬼一样的杜若晴，内心的同情无以复加。从小到大，作为国际影后的妈都致力于打造最美的洋娃娃，可惜我天资平平，又随性摆烂，总让她望而却步。而我哥虽然天资绰约，可是完美继承了我爸金融大鳄的气场，从记事起就学会了用眼神杀，回回让我妈铩羽而归。不过我知道，我妈虽然消停了，但是从没有放弃。娃娃一大堆，甚至用我爸的名义去订购等比例硅胶娃娃，这件事还曾经上过豪门丑闻。从思绪中回神，我看向被束腰固地根本坐不下来，只能站着吃饭的杜若晴。夹菜，她头上的8层蛋糕摇摇欲坠，低头，她脸上的铅粉掉进碗里。我哥，又不是圣诞节，立个圣诞树。噗嗤，我一般不会笑，除非忍不住。我妈一听，顿时不乐意，不好看吗？跟洋娃娃一样。她一双桃花眼眨呀眨。我哥，洋娃娃不用呼吸，她也快憋死了。我妈心虚了，关切地看向杜若晴。可是我也不知道已经憋得脸发紫的杜若晴是怎么想的。
面对我妈难得的动容，强打精神，硬生生挤出了一个比哭还要难看的笑容。没有，我挺好的，别勉强了。我善良提醒，可她不领情，还阴阳我。你根本不懂，父母之爱女，如山沉重。我这身上不是枷锁，是父母沉重的爱。他沉重的爱。说完，空气里响起一声清脆的咔。杜若晴的表情开始扭曲，身体开始抖动，最后在8层蛋糕顶作用下，整个人往后面栽，砸出一声振聋发聩的巨响。接下来是人仰马翻的混乱。果然，父母的爱沉重如山。杜若晴从医院回来的时候，我爸也回来了。我目送被裹成木乃伊的杜若晴被爸妈护送上楼，默默地仰头，45度角仰望天空，陷入沉思。小姐，您别多想，毕竟您在苏家也生活了18年。王妈走到我身边，给我披了一条毯子，语气带着安慰。我回正，视线慢慢地转到她的脸上，一本正经道：“王妈，我想清楚了，当初调换我和杜若晴的护士是个高人。”王妈愣住，眼神复杂。我抬起手搭在她的肩膀上，继续说：“他算到了杜若晴和苏家八字不合。”王妈张大嘴巴，他才回来2次就变成这样，这要是18年一直在家里，能活着长大吗？一定是有高人把我换来给他挡灾的。杜若晴在家里养了几天，终于发现了不对劲。餐桌上，他对我提出质问：“我为什么每天看到的都是你？”因为不是周末，我给自己盛了一碗汤，头也不抬。周末你能多看到一个，爸妈呢？他不忿。我喝了一口汤，想了想，土耳其、法国、东京或者巴黎。他脸黑了一半，骂我有病读什么歌词。我摊手，表情无奈。我说的是实话，毕竟金融大鳄都是满天飞，国金影后都是满国跨。可是杜若晴不能接受，死死地盯着我，然后眼眶红了，委屈巴巴的样子很像小黑小时候，他刚被我捡到的时候，也是这一副委屈巴巴的受伤做派。不过给了一个玩具球，就屁颠屁颠地追着满院子撒欢。只是那玩具球都被小黑玩了好几年了，我拿过来给他，小黑应该会介意吧？我抿了抿唇，试探性问：“要不你跟我混？”杜若晴直接哭出了声。杜若晴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，当天晚上，爸妈和哥哥竟然都回来了，一家5个人，2个员工外加2条狗围满了客厅，开始了我活久见的第1场家庭会议。杜若晴开场：“爸爸妈妈，我希望可以成为你们真正的女儿。”我爸妈对视一眼，鉴定报告出来了。我妈问，还特地拿起日历本翻了翻，时间这么快就过去了，我感觉我昨天才离开家呢。冷漠的爸皱眉，低头开始翻电脑邮件。3个月城南的项目都没有拿下吗？策划部一群废物，面瘫的哥，3天18个小时37分钟。我爸和我妈放下手里东西，不约而同松口气。杜若晴表情更委屈了。爸爸，我的意思是，我好不容易回来，我希望承担起苏家女儿应该承担的责任，而不是像她这样年纪轻轻混吃等死。杜若晴指向我：“我哥明白了，你想当继承人。”他语气冷漠，狭长的眼睛盯着杜若晴看，眼底的洞悉让他有些气短。杜若晴正色道：“苏家的儿女都一样，我只是想要分担，和哥哥你一样，成为爸妈心目中的骄傲。爸爸，相信我一次，我一直以来都把你当成榜样，立志要成为和你一样的人，请你给我一个机会证明。”噗嗤，我没忍住，急忙捂住嘴。嗨嗨，王妈和陈叔在我后面提醒我，我又急忙收起没藏好的大牙，安安分分继续降低自己的存在感。杜若晴继续说这些年一个人的孤独寂寞，迫切想要找到归属感。声泪俱下，我妈动容了：“老苏，孩子只是想要认同感，要不……”我爸仍然皱着眉，气场很大佬。这时我哥发话：“我没意见。”听我哥这么说，我爸终于松口：“行，陈叔，明天给他安排课程。”杜若晴欣喜若狂，
看我时一脸高高在上。我低头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。年轻人，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即将面对什么。安排课程的第一天，杜若晴又哭了，看着他踮起脚都看不到头的书籍和练习册，小脑都要萎缩。陈叔守在一旁，面色如常。小姐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将会聘请各行各业的老师给你进行1对1的辅导，一切都按照少爷的规则来。只是少爷从小学习，进度肯定是比你快，但是你也不用担心。我已经安排了系统化的学习计划，保证你能够迅速追迟。今天的内容是金融管理、市场分析、策划、钢琴、古筝、扬琴、德语、阿拉伯语、西班牙语、天文学等等。杜若晴听不下去了，抖着唇，眼泪好像下一秒就要掉下来，仍然抱着一丝不死心的执念问：我为什么要学习天文学？陈叔，不仅如此，您还要学习家政。苏家的儿女都是融会贯通，样样拔尖。杜若晴，可是他就很闲啊！杜若晴激动地指向我，正捧着薯片追剧的我，一脸懵逼地抬起头，对上杜若晴那双发红的眼睛，回答得理直气壮：我混吃等死啊！杜若晴的脸涨成了猪肝色。从此，杜若晴开始了早上5点起床，洗漱并吃完早饭以后，先练1个小时扬琴，再学1个小时德语，之后全天开始金融类等专业课培训，中间再练1个小时钢琴，一直到晚上10点半课程结束，第2天继续。这下好了，原来杜若晴还提意见，说每一天只能在家里看到我一个人。现在她每天能看到很多人，但是唯独看不到我，也没空喊着承欢膝下了，因为她已经快膝盖朝下了。最后，这件事以杜若晴劳累过度摔在地上，造成断裂的肋骨2次损伤结束。她躺在床上，脸色惨白，气若游丝。我站在床边，好心安慰：世上无难事，只要肯放弃。她盯着我，眼冒绿光。我分了1根辣条过去，她感动哭了，只是说不了话，胸口剧烈起伏了半天。我只听到她嗓子里发出的呵呵声。我手举得有点酸，就在我考虑要不要把手收回来的时候，我面瘫的哥竟然回来了。哥，杜若晴看到我哥就开始哭，梨花带雨，看得我这个侄女都有些动容。可是我哥居然就跟视而不见一样，双手插兜，用最冷漠的语气说出最杀马特的话：欲戴其冠，必承其重。杜若晴破防了，看着他躺在床上生无可恋的模样，我不忍心，轻咳了一声，缓解气氛。你怎么回来了？上线。我哥言简意赅，还好我心领神会，但是脸上写满了拒绝。刚准备抱着肚子尿遁，却被对方打断了施法。快！我脸皮抽了抽，没办法，妹妹都是哥哥的好仆人，连我也不能幸免于难。于是我在我哥冷得能冻死人的眼神下，认命放下辣条包，掏出手机，颤抖地点开了某者荣耀。熟人局还是路人局？和平发育还是无脑收割？我认命了。只是在我打开 TIMI 那一刻，杜若晴声音横了进来：哥，打游戏吗？我也会，你带我一起吧。我难以置信地抬头看向杜若晴，如果可以，我一定会摆出尔康手，大喊让他别闹。可是杜若晴已经在我们面前拿出了手机，打开了游戏页面，随着一声清脆的 TIMI， 脸上挂上了得意。哥，我战绩很好的，瑶妹王者级别，绝对可以带飞。我这脑子可比某人强多了。我扶着手机边框的手有些抖，见我和我哥都没说话，杜若晴的眼眶立刻又红了，声音也带上了哽咽。哥，我也是你的妹妹，哪怕我们不是一起长大，但是血浓于水。我不是想要拆散这个家，我是来加入这个家的，能不能别把我排斥在外？我听着，内心五味杂陈。10连跪，我内心毫无波澜，因为已经习以为常，多年的相处让我对我哥这个男人的了解深刻入骨。我哥看着外表冷漠不好相处，其实内心冷血不能相处，狂点毒舌吧。
还有一个致命缺陷，晦气，非常晦气。你不能说他技术不到位，你不能说他走位不太对，但是跟他排位，岂不十连跪？后来我只能归咎于他那张跟装了喷射机一样的嘴，回回喷的队友挂机，对面暴走。你要是缺少母爱，我可以给你，没必要像个孝顺妈一样养着对面，辅助出什么装备，兽医是吧？你往手机撒把米，鸡的走位都比你好。你是半身不遂还是四肢不遂？玩个瑶在自家人坟头蹦迪，手机屏幕里的那个瑶已经被喷得乱走地图，找不到回家的路。我哥冷冷地扫了床头一眼。杜若晴面如死灰，我捧着手机飞快退出门外。今天骂了他，就不能再喷我了哦。我知道杜若晴在攻略讨好爸妈和哥哥，很可惜，全部失败。她给妈妈发微信：妈妈，你热播的大女主新剧演的真的是太好了。我在网上写了3万字小作文，分析你的人物，处处都是高光时刻。然后这篇作文成为了黑粉攻击妈妈人设崩塌的靶子。妈妈第2天就被骂上热搜。她替爸爸整理书房：爸爸，我最近很勤奋，天天都在你的书房学习你留下的文献资料，很多不用的资料我都帮你清理了。然后爸爸好几个重要项目都因为资料不全宣告崩盘。他给哥哥做午餐，亲手做的芒果咖喱牛腩饭，然后对芒果、咖喱、牛腩同时过敏的哥哥被120送进了医院。冷漠的爸，鉴定报告到底还有多久才出来？艳丽的妈，才过去1个月零15天。面瘫的哥，我觉得我没有那么难杀，我更加坚定我的看法。错换的那个护士其实想保护的可能不是杜若晴，而是苏家另外3个人。最后一家3口痛定思痛，决定不管鉴定结果如何，都给杜若晴安排了一场出国留学，地点在阿根廷。阿根廷是距离我国最远的国家。得到消息那天，杜若晴哭得很伤心，指着我义愤填膺：那他呢？他 Q 我，声嘶力竭：你们不把他赶走吗？这一下轮到我爸我妈，我哥哥懵了。艳丽的妈，我们为什么要把安安赶走？他满脸疑惑地看向杜若晴。杜若晴见状更癫狂，指着我气得直跺脚：她不是你们的女儿啊，我才是你们的女儿。我回来了，她不就应该走吗？我们2个只能留一个呀。艳丽的妈不解：小孩子才做选择，成年人不能全都要吗？冷漠的爸寒眸都在苏家的户口上。面瘫的哥冷笑：苏家养得起。我被感动到，我一直认为普通的我根本和家里格格不入，可是现在被他们坚定的选择。就在我热泪盈眶，几乎要夺眶而出的时候，就听到我妈说，她脑子这么笨，又在我们手里养成了混吃等死的性子，放出去能活吗？这事不得，我们得负责。夺眶的眼泪硬生生给我憋了回去。我说我哥毒蛇随了谁，今天算是找到了正主。可是杜若晴不平衡，指着我，非要爸妈来个2选1，不然就放话要和他们断绝关系。冷漠的爸，你在威胁？艳丽的妈，断绝关系以后，你还能给我当模特吗？面瘫的哥，少个争家产的。杜若晴僵住了，似乎是没想到我爸妈反应这么冷淡。按照他的想法，他们应该是怅然若失，惊慌失措，不说当即答应，至少陷入两难。可只有我清楚，豪门里面亲缘单薄。听说我爸爸当年为了上位，连自己的亲弟弟都算计。我和我哥在苏家长大，1年见保姆的次数比爸妈都多。在他们心里，自己的事业更是比我们都要重要。所以我只能说，杜若晴太把自己当回事。现在小丑成了他自己。鉴定所的一通电话解救了杜若晴，通知我们报告提前出来了，通知我们去拿爸妈哥哥一辆车。我圣母心泛滥，选择跟杜若晴一辆。可是没想到，这圣母心一泛滥，就出了事。我和杜若晴被绑架了，绑架我们的是王妈。杜若晴惊呆了，我也惊呆了。让我惊呆的不是王妈绑架我，
而是平平无奇的王妈竟然能凭借50高龄，用一把锅铲横扫苏家20几个保镖。王妈，我喊她，眼眶发红。王妈动作僵了一下，看我的眼神很复杂。大小姐，对不起，我也是受命行事，你别怪我。你身手这么好，10岁那年我们一起追哥哥，你居然都没办法带我挤进去拿一张亲笔之签。王妈，对不起，我需要隐藏实力。我背叛者下地狱。杜若晴，你们有病吧？现在是说这个的时候吗？王妈，你为什么绑架我？不是你跟我说我才是苏家的真千金吗？王妈一听，脸上恢复了冷漠，看着被五花大绑在椅子上的杜若晴，咬牙切齿道：当年苏景天害死了我心爱的人，我发誓要报复他，所以我把刚出生的你和我心爱男人生的女儿调换，再等到合适的时间公布真相，让苏景天全家痛苦。你不知道我等这一天等了多久。杜若晴和我罕见统一阵线的沉默，她的报复手段是卧薪尝胆，在仇人家当保姆，暗中把心爱男人生的孩子和苏景天的亲生女儿调换，最后挑一个合适的时间揭露真相，让亲生女儿上门认亲，世界变成我不理解的模样。我欲言又止。王妈，你现在有那么一丝丝报复的快感在里面吗？一点点，一丝丝，一咪咪。王妈破防了，她朝我大吼。我哪里想到苏景天这一家人一点骨肉亲情都不顾念的，所以我2个女儿一起绑架。我倒要看看他选谁。空气沉寂3秒，我小心翼翼提醒：我不是你心爱男人的女儿吗？在王妈哑口无言的时候，爸妈，哥哥来了，还有陈叔，别过来，我在他们身上都绑了炸弹。王妈死死地盯着他，发泄多年的恨意。苏景天，你丧尽天良，连亲弟弟都不放过。如果不是你算计，景泽踏上那架死亡航班。我爸皱眉，你替苏景泽报仇？王妈，没错，我当年为了报复你，调换了你们的孩子。你养了18年的女儿，其实应该喊你一声大伯。没想到吧，你算计了景泽，但是却要替他养女儿。我妈被吓哭了，孩子是无辜的。王妈，冤有头债有主，你想报仇，直接找他。他拽我爸上前，我哥横了一眼，你是懂避免中间商赚差价的。我想笑，但是手里捧着炸弹局限了我，所以我只能继续提醒。王妈，看看我，我是你爱人留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香火。王妈犹豫1秒，眼神又恢复狠绝。我看得出，你们对自己的亲生女儿根本没多少感情，反而对养了18年的女儿更在意，所以我今天就要在你们面前一起杀了。我要让你们余生活在痛苦里。王妈说着，便要按下了手里的按键。等等，千钧一发之际，陈叔开口了：王晴，你看看我是谁？这个世界终于变成了我难以理解的颠样。我爸妈不是我爸妈，是真千金爸妈。我哥不是我哥，是真千金他哥。王妈不是保姆，是我家仇人。陈叔不是管家，是我名义上的二叔，血缘上的亲爹。陈叔大变活人，露出另外一张脸的时候，我第一次怀疑我是不是坚定的唯物主义。而下一秒，王妈难以置信喊了一声：景泽哥！陈叔是我素未谋面且被我爸残忍算计致死的二叔。按照我名义上二叔的说法，当年他不是被算计，只是厌倦了家族勾心斗角，所以故意和我爸设计了一场局假死，潇洒了几年，又隐姓埋名回来，借着陈叔的身份，在我爸爸身边做起了管家。王妈懵了，所以没有仇，没有，那我这18年的谋划算什么？算你恋爱脑上头。解决了绑架，还有更重要的一件事，苏家客厅。所以我是你女儿。我看着沙发上的陈叔，不，我名义上的二叔，看着他面具下那张比我爸还要帅的脸，我实在没勇气往上凑，再一次自惭形秽。二叔，不，你不是我女儿，你就是大哥的女儿。轮到我震惊了。而这个时候，我哥拿出了鉴定结果，
在我和杜若晴面前荡溜一圈，我清楚地看到鉴定结果那一栏，我和苏景天99%的 DNA 吻合度，你就是我妹。我哥冷言冷语，视线扫过我，语气一如既往的嫌弃。虽然确实不太像。王妈，怎么可能？她不相信。我当初确实调换了孩子，她强调，但是我又把孩子换回来了。二叔再一次开口，破案了。按照陈叔的解释是，当初在王妈调换了孩子后，又偷偷把2个孩子调换了回来。但是这么多年，为了保护王妈，所以这么多年一直都不动声色。杜若晴，所以我才是你的女儿。她眼底是不可思议，还有浓浓的不甘，似乎是不甘心自己只是一个管家的女儿。二叔，不是，你也不是我的女儿。杜若晴脸再一次僵住。二叔叹息，我老婆早就出轨了。我假死的时候，她谎称遗父子是为了多得到我的遗产，所以你是谁的孩子，我也不知道。当然，如果你愿意，可以喊我一声干爹。杜若晴好像被点穴了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上下唇微微抖动。过了好久好久，还是我看不下去，好心上前，轻轻地安慰了一句：“想哭就哭吧。”哇，王妈被二叔带走了，杜若晴答应去阿根廷留学，而我仍然是一如既往混吃等死的生活。不过家里气氛和之前不太一样，冷漠的爸不再满天飞，艳丽的妈也不满酒店睡，面瘫的哥直接从寄宿改成了走读。少了王妈和陈叔，但是多了我爸和我妈，而且我爸竟然难得主动组织了一次家族野炊。我不解，其实不用特地为了我回来住。面瘫的哥，我们反省了一下，这件事来看，我们给你的安全感少了一点。我其实还好。面瘫的哥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结果还没出来，你就已经准备走。我愣住，看着他们，吞了一口口水。你们都知道我已经偷偷摸摸收拾好了所有行李，准备随时让位跑路。念安，其实在我们心里，哪怕是你普通，我们也相信你是我们的亲生女儿。我妈回头对我说，目光是我没见过的慈爱。她说，我从没有怀疑过。我心脏像是被什么撞了一下。其实杜若晴出现的那一刻，我就确信我就是假的。毕竟我和这个家格格不入，他们像是光鲜亮丽的白天鹅，而我只是平平无奇的丑小鸭。我以为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鼻子有些酸，刚准备开口，却听到驾驶位上的男人开口：“毕竟谁家祖坟都不会一直冒青烟。”我闭眼，好，悬着的心还是死了。接下来我们进入第2个故事。14岁那年，有个奇怪的中年女人找到我，她面色枯槁，身材臃肿，却长着一张和我一模一样的脸。她拽开袖口，露出手上触目惊心的伤疤，哭着告诉我：“沈安，我想救你。班长给我传话，说我妈在校门口等我。”她感慨道：“你跟你妈长得可真像啊。”我眉头紧皱，满头雾水，因为从记事起，我就和奶奶住在一起。我的父母在外地打工，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回来，所以我妈又怎么可能会在校门口等我？更何况，我明明长得更像我爸。从小到大，所有亲戚都戏称我是女版的我爸，倒是我弟那双杏眼以及脸型轮廓，才真的是像极了我妈。可班长神色正经，不像在骗人。我将信将疑地来到校门口，果然有一个中年模样的女子在门口徘徊。她抬起头的那一瞬间，我惊了，这个女人居然长着一张和我一模一样的脸。虽然她的脸上已经满是岁月的痕迹，面色枯槁，皮肤粗糙，眼部也都是细纹，但眉眼鼻子和轮廓却跟我别无二致。她的眼睛里皆是颓然与疲倦，只有看向我时，才闪出了几丝亮光。隔着校门栅栏，她怔怔地盯了我许久，而后眼泛泪花，哽咽抽泣道：“沈安，我想救你。”她急切地让我走出校门，说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。我慌乱摇头，不敢踏出校园一步。前几周，市里有几个学生突然失踪，
QQ 空间都在热传，是人贩子用人皮面具扮演学生的父母，在校门口蹲点学生，再把他们骗到荒郊野外，用迷药迷晕后，女生就转手卖到大山里去，男生就剖出他们的器官，反手倒卖给有钱人。那条说说配了好几张人皮面具的图，有模有样，看起来不像是假的。想到这里，我死死盯着他的脸，试图找到一点面具的破绽。可这张人皮面具实在是太真了，人的毛孔汗毛，还有自然衰老的皱痕，都栩栩如生，甚至连我耳背的小痣都复刻得一模一样。他仿佛能读懂我的心声一般，伸出手，用蛮力拉扯着自己的脸颊。他抿唇苦笑道：“沈安，这不是人皮面具，我也不是人贩子。”他眼泛泪光，几近哽咽地告诉我：“沈安，我就是你，未来的你。”他准确无误，又事无巨细地说出了许许多多只有我知道的事情，大到我7岁时独自去河边玩耍，是如何差点溺亡，又怎样被人救起的；小到我10岁时骑自行车时在哪条路上摔倒，又怎样在左侧腰上留下了疤。这一切的一切，他都知道。我也从最开始难以置信，到最后不得不信。他抓紧我的手，像在劝我，又像在求我：“沈安，你一定要考上高中。”我不解的同时，又觉得荒谬。你自己没点数吗？我根本不是读书的料啊！再说了，我成绩这么烂，怎么可能考得上？在学业上，爸妈对我没有过多的期许，他们觉得女孩子没必要读太多书，反正以后都是要嫁人的，只要未来能找个好人家，一辈子就可以顺顺利利。所以在学习上，他们也不会给我过多压力，反正是免费的义务教育，随便学学就好。而且我也确实学不懂老师上课讲的那些东西，好晦涩，好无聊，我一点兴趣都没有。我坦然摊手，告诉眼前的女人，我做不到。听了我的话，眼前的女人突然发狠似的盯着我，她激动地拽开袖口，露出手臂上触目惊心的伤痕，片状的淤青，从她的手腕蔓延到整条手臂，层层叠叠，有新有旧。除了淤青，还有大面积的擦伤，以及刀疤，有几处还未结痂，渗着点点的血渍，很是可怖。这个狼狈的中年女人气如雨下，声音已然嘶哑：“沈安，你如果做不到的话，这就是你的下场。”她说：“因为初中3年，我没有把心思放在学习上，每天就是看着花火上的言情小说，幻想着自己也能遇到所谓的白马王子。他帅气多金，专一深情，会把我宠成公主，让所有人都羡慕。我就这样每天沉浸在自己的臆想里，中考成绩也理所当然的非常烂，根本够不上普高分数线。中考后无学校可上的我，在父母的安排下进厂打工。年仅岁，我就在流水线的工厂做起了厂妹。又过了几年，在父母的介绍下，认识了未来的丈夫。他不帅，不多金，剪了个呆板的寸头，看起来头发稀少。爸妈说他憨厚老实，会对我好的，是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。我说我并不爱他，可爸妈说适合最重要。在长辈和亲戚的轮番劝说下，我半推半就和他结了婚。这个表面看起来内敛憨厚的男人，在婚后渐渐露出了本性。他嗜酒如命，发起酒疯来就会打我，揪着我的头发，将我拽在粗砺的水泥地上拖行，掐着我的后脑勺，把我整个头狠狠按进泡满水的洗衣机里，任凭我如何挣扎求饶，回应我的就只有他残暴的拳头。我的全身上下早就没有一块好肉了。眼前的女人双手紧拽着我的肩膀，指甲几乎要嵌进我的肉里。她的喉咙发出悲怆的哀嚎：“你能不能救救我？也救救你自己。”那些触目惊心的淤青与伤疤，以及眼前女人近乎绝望的嘶吼，对碎的我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力。但我依旧不解，也依旧怀疑，读书真的可以改变命运吗？我所就读的初中是镇上唯一一所中学，
但它也是市里最烂的一所中学。所以，本地人凡是有点经济条件或者人脉的，都会找关系，让自己的小孩去市里教育资源更好的学校就读。因此，整所中学的学生，除了那些贫困的本地生，剩下的便全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。这里绝大多数学生都渴望早日进入社会赚钱，读书上学，对他们而言，实在是太漫长了。读得再好，还不是去当老师？老师一个月工资3、4千，进厂打工一个月5、6千，还包吃包住呢。我一舅舅，人家小学都没毕业，现在当上大老板了，雇的还都是大学生。这就是他们对于读书的看法。读初中对于他们而言，只是一种过渡。14、15岁的年龄去打工赚钱的话，很难找到工作。毕竟聘用童工这种事，谁都不想惹祸上身。享受完最后3年免费的义务教育，毕业时年龄也正好17、18了。到时候他们便可以理所当然地用成年人的身份出去混社会。绝大多数的学生就这样默契地达成共识，哪怕有老师苦口婆心地劝诫我们，读书是改变命运最简单的一条路，但身处叛逆期的我们嗤之以鼻。我看向眼前的女人，再次提出了这个疑惑：读书真的可以改变我的命运吗？只见她神情坚毅，笃定地告诉我，既然她改变了程兰的命运，那也可以改变我们的。如果说认真读书在我们学校里是一件不合群的事，那么程兰便是我们班那个不合群的人。班上大多数人的家庭条件都算不上好，而程兰的家庭条件甚至比不过这些大多数。每到周末，总能看到他徘徊在一条条街口，拽着一个破旧的麻袋，捡着路边零散的脏乱的易拉罐。程兰他孤僻内向，不爱说话，每节下课，任凭周围人在吵闹，他都安安静静地坐在桌位上读书。你看，程兰又在装爱读书的好学生了。我后桌的王莎莎指着程兰的背影，阴阳怪气的嘲讽。随即班上响起她和她的小团体姐妹尖锐的嬉笑声。程兰起初被恶意调侃时，还会尴尬地涨红了脸，而现在随着被调侃的次数多了，她已然习惯，纯当没有听见一般，低头读着自己的书。但王莎莎才不会善罢甘休。学校附近有一条窄窄的小巷子，我不止1、2次的瞧见王莎莎带着4、5个女生，把程兰堵在小巷子里，揪她头发，抽她耳光。程兰本来就瘦，营养不良的那种瘦，整张脸皮连着骨，只有薄薄的一层肉。连抽几个耳光后，王莎莎就被她脸上的颧骨硌得生疼。随即，她边飙脏话，边使唤她的跟班女生对程兰拳打脚踢。程兰双手抱头，在角落里缩成很小很小的一团，像一只应激的流浪猫，可怜又狼狈。我看着她的模样，很是不忍，但我也没有勇气站出来阻止王莎莎。王莎莎长得漂亮，性格外向，认识很多校外的混混，大家都不想跟她起冲突，怕惹祸上身。我能做的敢做的，也只有在某次王莎莎走后，偷偷将程兰扶起来，递上一罐跌打药。她漆暗的眼睛惊讶地看着我，良久后低声说了句谢谢。这是她跟我说的第1句话。年后，程兰会成为3甲医院的主刀医生。未来的我说，程兰她住在市区地段最好的高级小区，因为精湛的医术被医院当成重点人才培养，还登上了新闻报道，成为了当地有口皆碑的杰出青年代表。而王莎莎中年突发恶疾，入院抢救，但已是无力回天。好巧不巧，亲口宣布她死亡的正是医生程兰。班上所有人就属程兰最有出息。眼前的中年女人颓暗的眼里闪过点点希冀。所以沈安认真读书，她能改变我们的命运。也是从那天起，我整个人都变了。我不奢求自己的未来能像程兰一样成为一个杰出的高级人才，我只希望自己的未来不要变成一个满是淤青遍体鳞伤的可怜女人。
我收起了自己所有的言情小说，并把它们锁在陈旧的箱子里，而箱子的钥匙我交给了未来的沈安。我在课上开始认真听讲，倘若困意来袭，我就用手指猛掐自己的大腿肉，从肉里蔓延开来的疼意会逼着我不得不清醒。终于掐到我左右大腿都隐隐浮现出点点淤青的时候，我再也不会在课上睡觉了。一到下课，我也学起了程兰，静静地坐在座位上，消化每节课的知识点，再将不确定的疑惑的知识点做上记号，带着习题本去办公室问科任老师。偶尔在那个办公室门口能撞见程兰，某次他低头看了一眼我习题本上的问号，平静地说：“这题把前面的式子设为 x， 再代入反解就可以了。”我思忖了片刻，恍然大悟，笑着跟他说谢谢。也是在那之后，我和程兰开始走近，而随着我在课下请教程兰的频率变高，王莎莎开始看我不顺眼了。某天放学后，我被王莎莎一伙人围堵在那条熟悉的巷口，她狠狠掐住我的下巴：“沈安，你怎么也装起好学生了？”我知道她并不是讨厌好学生，虽然在这所学校里，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把心思放在学习上，但每个班都有那么4、5个例外。王莎莎从来没有找过那些例外的麻烦，而她今天把我堵在巷口，纯粹是因为程兰。你要装好学生，我无所谓，但你给我离程兰远一点。王莎莎单手揪着我的马尾，语气里皆是威胁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她似乎格外讨厌程兰。刚入学时，程兰在班上也有朋友，几乎好到形影不离，但王莎莎却逼着那个女生跟程兰断绝来往。没多久，他们2个便形同陌路。你识相离她远点，我就放过你；倘若不，那我每天都会在巷子里等你。王莎莎咬牙切齿，一字一句在我耳边宛如恶魔低语，而我却透过他们身影的缝隙，看到正巧从巷口路过的程兰。我和程兰四目相对，她眉头轻皱，面露不忍，脚步却没有因我而停留。我就这样看着她从巷子边走过，正如以往的她看着我从巷子边走过一样。王莎莎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，她承诺只要我点头同意，不管是今天还是以后，我都可以安然无恙。可我没有说话，也没有点头，只是沉默了许久许久，直到王莎莎的耐性被我消磨殆尽。沈安，你真是给脸不要脸！她挥起手，朝着我的脸用力扇来，清脆的巴掌声在巷子里回荡。只是被扇的不是我，而是王莎莎。不知从哪里冲出来的中年女人，一把拽住王莎莎的衣领，对着她的脸就是响亮的一耳光。中年女人嗓音嘶哑，语气愤怒：“你敢动她一下试试？”脸颊红肿的王莎莎本能地扑腾起手脚，试图挣扎，却被中年女人死死钳住，无法动弹。王莎莎的小跟班见状，瞬间乱成一团，可没有一个人敢上去拉架，因为这个中年女人体型臃肿，全身都是蛮力，仿佛稍一用力就能把这些初中生的竹竿腿活生生拧断。慌乱之余，我看清了中年女人的脸，一张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脸，是沈安。那个未来的我。在王莎莎连续哭喊和求饶之后，中年沈安放开了她，转身向我走来。我能清楚地看见那双与我一模一样的眼睛里皆是担忧与心疼。那一刻，积压已久的委屈从心底奔涌而来。真的，从来没有人会像他一样义无反顾地挡在我身前保护我。想到这里，我的眼圈瞬间泛红，泪水几乎夺眶而出。可还未等我回过神来，他背后的王莎莎就趁机扯住了他的头发，用足了狠劲往后拽去。失去重心的他被王莎莎拽倒在地，而王莎莎跟疯了一样拽着他的头发，试图在粗糙的水泥地上拖行。中年沈安面目狰狞，每一寸表情肌肉都在诉说着疼痛。我不知哪来的勇气，下意识冲了过去，把王莎莎扑倒在地，而后不管不顾地跟王莎莎扭打在一起。这场闹剧最终以王莎莎父亲的出现
而终止在大庭广众之下。王莎莎的父亲连扇了她10几个耳光，并指着一旁的程兰，对着王莎莎骂道：“你看看你表妹程兰，从来不给她家人惹事，你再看看你，你是个什么垃圾玩意儿！”也是在那天，我知道了程兰和王莎莎的关系，也知道了王莎莎为什么讨厌程兰，因为她那个暴躁的父亲，在对她进行暴力管教的时候，都会拿程兰来跟她做比较。内心怨恨的王莎莎便把这份恨意转移到了程兰身上。沈安，没事了。程兰说，她在刚刚走后，立马去叫了她姑丈，也就是王莎莎的父亲过来，理智告诉她，只有把王莎莎最怕的父亲叫来，才能救我。程兰将我和中年沈安扶起，递给我一罐跌打药。我接过药，低声说了句谢谢。也是从那天起，我和程兰成为了朋友。待所有人离开后，我和中年沈安坐在巷子里给彼此涂药，因为被王莎莎揪着头发，在水泥地上拖行了一小段距离。她的胳膊肘全是大块的擦伤，伤口里甚至还嵌着点点细沙。我眉头紧皱，问她疼吗？她怔怔地看着我，苦笑道：“你是第一个问我疼不疼的。”随后摇了摇头，一副故作轻松的模样：“没事的，这种疼痛我早就习惯了。”我脸色一沉，低下头来：“是啊，中年的沈安有一个家暴的丈夫，他也会揪着她的头发，在水泥地上拖行，而且力气可比王莎莎大多了。”我看着她手上层层叠叠的淤青，抬起漆暗的眸子，坚定地向她承诺：“沈安，我保证一定会考上高中的。既然没有人能救我们，那我们就自己救自己。”从那天之后，我更加发奋地学习，除了老师布置的任务作业，还会自己私下加练习题，每天挑灯夜读，不学到晚上12点，便誓不罢休。而王莎莎在那次之后也安分不了少，在很久之后，我才知道是程兰私下找了王莎莎，她冷冷地警告王莎莎：“之前是我心软，我怕你爸把你打死，所以默不作声。现在你要是再感动我和沈安一下，我都会让你爸千倍万倍的还给你。”王莎莎对她爸极端恐惧，从此之后再也没有找过我和程兰的麻烦，把心思全放在学习上后，我的成绩排名直线上升，直接从倒数一跃蹿进了班级前几。但这还不够，且远远不够。目前我的成绩只能勉勉强强上一所三流高中。老师告诉我，三流高中和重点高中的师资水平天差地别。市里最好的那所一中，去年的本科率是92%，而三流高中去年的本科率不到10%。既然已经决定要考高中，那我就要考上最好的那一所。所以，就算是寒暑假，我也每天雷打不动，早早地爬起来读书，睡前的10分钟还在默默背诵新学的单词和知识点。初中的知识本来就不难，加上我长达1年多的高强度学习，我的成绩愈发出彩。终于中考结束，跟程兰对完答案的那一刻，紧绷了快2年的我如释重负。我紧紧抱住那个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中年女人，声音哽咽：“沈安，你看，我真的做到了。”可命运之神依旧没有眷顾我。就在我初中毕业的那个暑假，我弟弟出了车祸，住进了 ICU。所幸最后是救回来了，只不过父母为了救他，花掉了毕生积蓄，还欠了不少外债。市一中的录取通知书寄到家里的那天，父母没有为我欣喜，也没有为我骄傲，他们面色沉重，眼神闪烁：“安安，咱们懂事点，不读高中了好不好？”他们说，家里现在的情况已经支付不起我未来的学费和生活费了，而且女孩子也没必要读太多书，反正以后总归是要嫁人的。正好附近有一家服装厂在招工，每个月包吃包住，能拿5、6千块钱。你已经长大了，还是姐姐，该给家里分担压力了。他们仅用只言片语就把我架在了道德高地，可我的要求只是上学呀。而我的亲生父母却在话里话外指责我不懂事。我皱着眉头，
反问他们：那我弟呢？你们也打算让他初中毕业后就辍学打工吗？他们语气平静，却没有任何犹豫。你弟是男生，以后要养家娶老婆的，能读的话当然得读。我听了这话，含泪摇头。我不明白，为什么我一个女孩子用功读书就是错？为什么我都已经考上市里最好的高中了，他们却还要让我进厂？为什么因为我是姐姐，就要理所当然地牺牲自己，为家庭让路？究竟为什么？又究竟凭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但我不服。紧握双拳的我，一字一顿地告诉他们：这个高中我一定要读，你们不想拿钱的话，我就自己想办法。我没有想到后来，自己不仅如愿所偿地上了高中，而且整个高中3年，我都没有因钱而烦恼过。这一切多亏了沈安。那个未来的我，临近入学，他找到我，并给了我4000块钱。他说他又进厂打工了，就是爸妈提的那家服装厂。反正他16、17岁的时候，也在那边打过工。快碎了，重来一次，再当个老厂妹也没有什么，你只要安心读书就好。他微微一笑，眼尾眯起深深的皱痕，轻松地说道：剩下的不用担心，有我在。上高中的第1天，我就遇到了程兰。中年沈安早就告诉我，他会考上市一中，只是好巧不巧，跟我还是同班。我们一起温习功课，一起去找老师请教问题，就像初中时一样。程兰的脑子真的很聪明。市一中的同学们，绝大多数都是从重点中学上来的，底子和基础比我们这种3流中学出来的学生扎实很多。可就算这样，在第1次月考中，他依旧拿了班级前5，年级前50名。相反，我的成绩排名却徘徊在班级中下游。我看着惨不忍睹的成绩，难免心烦和焦虑。是程兰宽慰我：你很有执行力，也很有毅力，坚持一下，成绩肯定能上去。也是中年沈安鼓励我：你真的很棒，也很努力，我相信你肯定能读好的。他们的宽慰和鼓励消解了我许多的负面情绪。我总觉得，相比起父母，他们2个反而更像是我的家人。从此之后，我静下心来，更加发奋的学习。终于在高2上学期，我的成绩稳定进入了班级前10，甚至在期末考的时候超常发挥，考了全班第3，年级第43名。要知道，能考进市一中的前50名，那就相当于半只脚踏进了985名校。发成绩单那天，刚巧是我的生日，欣喜若狂的我拿上成绩单，提着生日蛋糕就去厂里的宿舍找中年沈安。他看了成绩单，笑着跟我说：我很喜欢这份礼物。而后在狭小的宿舍里，我们一起吹熄蜡烛。在以前，无论是父母还是丈夫，都没有人在意过我们的生日。无论是18岁的我，还是39岁的他，那一天都是我们彼此过的第1个生日。在荡漾的烛光中，我看着那一张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脸。我知道，在人生的漫漫长河中，我们都是彼此为数不多的依靠。生日那天，从中年沈安宿舍出来之后，暮色迟迟，我无意间撞倒了一个男孩，2个人滚落在草地上，摔得满身都是泥灰。我愧疚不已，连连向他道歉。他模样俊秀，弯着好看的眼睛，温柔地告诉我没关系，还贴心地俯下身子，轻轻替我拍打裤脚的灰尘。他的身上有一股很好闻的味道，像是悠悠沉木，温润而又稳重。他说他叫林阳灿，是万山大学的学生，父母就在这里工作。他趁着暑期来帮忙。我红着脸，腼腆地告诉他我的名字。他听后嘴角微扬，笑得如沐春风。沈安，很好听的名字。那一瞬间，我觉得世界都静止了，只有我的心在狂跳，悸动万分。也是那个暑假，我和林阳灿的关系日渐亲密，他对我非常好，就像是太阳一样，照亮着我悲切的青春。有一段时间，学生之间很流行佩戴电子手表。每次看到同班同学摆弄着自己新潮的电子表时，
我就会偷偷的把自己的手掩在背后，因为我的手腕上也戴着一块表，它款式老旧，表带泛黄，是我妈以前戴过，后来闲置在抽屉里，我才有机会戴的表。我一直很羡慕那些能戴电子手表的同学，可我看了价格，一块要300-400，我实在买不起。是林洋灿满足了我这个小小的奢望，只因为我在手表橱窗前停顿了几秒，他就默不作声的把那块我梦寐以求的手表买下来送给我。我觉得贵重，摆手拒绝，可他轻轻拽着我的手，为我戴上新手表，告诉我他很配你，你也值得。他很贴心，会记得我的所有忌口，会很耐心的一点点帮我挑出不喜欢的香菜。他也很温柔，从来不会对我发脾气，总是看着我笑，不管我做什么事都会夸我。我几近沦陷，毕竟这些种种连我父母都做不到。可我没有想到，中年沈安知道我和林洋灿来往后，愤怒地挥起手，结结实实地扇了我一耳光。我捂着红肿的脸，错愕地看着他，他无比愤怒，歇斯底里地呵斥我：“我警告你，离林洋灿那个人远一点。你这个阶段应该好好读书，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学习上，而不是跟一个来路不明的男人牵扯不清。你那么努力地考上高中，现在难道还想走我的老路吗？”我声音颤抖地反驳他，告诉他林洋灿不一样。他掐着我的肩膀，指甲几乎嵌进了我的肉里。沈安，你醒醒吧，几百块钱对于你来说是贵，但对于他来说，那就只是一份廉价的礼物，一份廉价的礼物就哄得你春心荡漾。你能不能别作践自己？他就算记得你所有的忌口又怎样？花点心思记一下，就能哄得你这么感动？他不知道有多得意。我哭红了眼睛，哽咽着大喊：“你不懂，你什么都不懂。林洋灿就是一个顶顶好的人，是他自己被人辜负，所以才拿最大的恶意来揣测他。”我如此想着，一点也没有听沈安的劝，反而故意赌气似的跟林洋灿越走越近。直到那天，林洋灿把我逼到角落，修长的手攀上我的领口，在我耳边低声说道：“安安，我忍不住了，不要拒绝我好不好？”我慌乱地捏紧衣领，挣扎大喊，告诉他我不愿意，可他却收起了以往温润和善的面孔，强硬地掰开我的手，让我动弹不得。林洋灿的眼神不再温柔，取而代之的是满眼不屑。他掐着我的下巴，语气轻蔑：“你不是很喜欢我吗？怎么现在又装起矜持了？”我恐惧地瞪大眼睛，整个面颊都是泪。中年沈安说的没有错，我实在是太无知又太天真，竟还可笑地以为自己遇到了初中时期梦寐的白马王子。他只是施舍了一点小恩小惠，就哄得我感动连连，春心荡漾。我这不就是在自己作践自己？他恶心的手已经伸进了我的领口，我无助地闭上眼，浑身止不住地颤抖。突然间，我听到了一声撞击的巨响，再次睁眼，林洋灿瘫倒在地，而中年沈安心疼地看着我。他说：“没事了。”我失声大哭，让他赶紧报警。他无奈摇头：“没用的。20年前我就报过警了。20年前，没有考上高中的沈安进入了服装厂的流水线上工作，也是很偶然的邂逅，他遇到了林洋灿。他帅气多金，而且温柔。厂妹沈安也觉得命运眷顾，让他遇到了对的人。当时的他就跟之前的我一样狂热，可没想到林洋灿根本不是什么真命天子，只是一个垂涎他青春与肉体的恶心男人。可怜的是，厂妹沈安没有我幸运，在那个四处寂寥的夜里，没有人听见她的呼喊。她哭到嗓子沙哑，却依旧没有逃过那场噩梦。事情发生后，她也尝试过报警，可对方却一口咬定他们是情侣关系。他送的手表，他带她出去玩的监控录像，都成为了他用来佐证双方是自愿的证据。而且林洋灿家境富裕，他找了关系，请了大律师来辩护。律师私下找沈安的爸妈和解，那是他的爸妈，也是我的爸妈。可我们的亲生父母居然说
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你告他有什么用呢？再说了，你一个女孩子家，这种事情传出去多难听。安安，那可是8万块呀，对你对咱家都不亏。就这样，8万块钱买断了他的清白，错的明明是那个男人，但所有人好像都在指责他，包括她后来的丈夫，酗起酒来就会抽她耳光，大骂她脏。这些凄惨的往事，她本不忍心让我知道，可没想到林阳灿居然还是出现了。他清楚上头的我既狂热又执拗，所以一直默默地跟在我身后，直到那个伪善的男人露出邪恶的面孔，他便立马跳出来保护我。说完这些，他悲哀地看着我：“沈安，走吧，我们斗不过他的。”那天之后，一切回到了原点，林阳灿再也没有出现过。我每天早6晚10的上学，下晚自习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唯一不同的是，我在读书上变得更拼命了。初中的时候，我努力读书，但我依旧不明白读书的意义，只是因为中年沈安告诉我的未来太过狰狞，我实在恐惧，所以我努力地考上高中。我以为只要有书读，我就可以不进厂打工，那自然而然也就不会遇到一个家暴的丈夫。可我错了，只要怀抱着依附他人的念头，那我就依旧有可能变成一个遍体鳞伤的可怜女人。曾经的我，把中年沈安的不幸归咎于她嫁错了人。我从小看的偶像剧、读的言情小说、听的儿童故事，他们都在告诉我，只要灰姑娘嫁给白马王子，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。我也在日复一日的潜移默化里，天真的如此觉得。可我现在发现，从来没有人会告诉一个男性，你只要娶对了人，就能幸福一生。命运无论跌宕或者起伏，都应该握在自己的手里。选家暴丈夫是错，选林阳灿是错，但选自己永远不会错。像我这样没有背景条件、贫苦的女性，想要强大到可以自我依附，为数不多的选择就是读书。它或许不是唯一的出路，但确实是一条普世的且相对容易走的路。幡然醒悟的我，比以前更加努力地读书。高2下学期，我就开始刷各个省份的高考试卷，做完的卷子叠起来比课桌还高，错题集一整理就是10几本，每本的书页都被我翻散架了。用笔量之大，2天的时间，我就能写掉一整根笔芯。而中年沈安为了能给我提供一个安静的备考环境，他省吃俭用，在高3的时候花钱给我租了一间外宿。那间外宿环境清幽，空间很大，我让程兰也搬了过去。高3那一年，我们同吃同睡，每天学习到凌晨1、2点。我也不知道究竟和他熬了多少个日日夜夜，我只知道这日夜的努力没有辜负我们。高考成绩出来的那天，我们喜极而泣。不知道是不是外宿学习环境更好的关系，程兰比中年沈安说的考得还要好。他原本应该以1分之差与自己心仪的大学失之交臂，可这一次他如愿以偿的读了自己的理想院校。不管是我还是中年沈安，都很为他高兴。填完志愿后，中年沈安问我要不要去旅游，我眼睛顿时亮了，但又怯生生地问了一句：“我们可以去吗？应该很费钱吧？”他回了我一句按现在来看很土的话，他说：“世界那么大，我们总得去看看。”临行前，我拿着高中3年在生活费上省下来的钱，给中年沈安和我自己买了一套新衣服。他没有什么衣服，总是穿着流水线厂的工服，就像我一样。翻来覆去穿的最多的，依旧是泛黄的校服。我们穿着新衣服，在偌大的机场，笨拙地询问工作人员该怎么乘机。坐上了飞机后，我们看着窗户外松软飘荡的云，雀跃万分。原来那些作文不是在骗人。透过窗户看去，底下的房子真的像一个小小的火柴盒。雀跃之余，我却看到中年沈安眼角有泪，他吸了吸鼻子，尴尬地笑。其实我这一辈子都没有出过省。我的鼻头一酸，摇头安慰他：“没事的，等以后我赚了钱，我们想去哪里就去哪里，想买多少新衣服我们就买多少新衣服。
我会努力让我们都过上好日子的。他张了张嘴，沉默了片刻，最后笑着说：好，我等你。现在想想，在那个时候，我就应该发现他的欲言又止，可惜我没有。我们一起去看山看海，看日出，看日落，看过林中的溪流，也看过悬崖的瀑布。我们惊叹自然的鬼斧神工，也感慨自身的卑微渺小。旅游结束之后，我跟他计划着，下次要去看看辽阔的草原，要在那一片茂密的绿海里感受疗愈的清爽。可他只是一边看着我笑，一边从衣服兜里掏出了一张银行卡。他说：沈安，里面有我所有的钱，应该能够供你把大学读完，但在以后就要辛苦你自己了。我接过银行卡，隐隐觉得不安。我问他为什么要把钱都给我，他苦笑，因为我大概也许可能是活不久了。我那时才知道，从我考上高中开始，他的身体就莫名变得越来越虚弱。他也去医院做过检查，但是查不出病因。医生也奇怪，因为他全身的器官确实都在诡异的衰弱。在林洋灿的事情发生后，他的器官突然间衰弱得更快了。反复确认后，他恍然大悟，原来只要我人生的重大节点改变了，不当场妹，不被侵犯，考上大学，那么那个一生凄苦的场妹沈安也理所当然的要消失了。他微笑着把我刚收到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抱在胸口。沈安，拿到通知书的这一刻，我的心跳得好慢。我想，我真的活不久了。那天我泣不成声地抱着他，可不管我怎么哭，怎么喊，他都没有回应我哪怕一句。我的怀抱那么热，可我不管怎么捂，都捂不热他那越来越僵硬和冰冷的身体。哭到最后，我的泪仿佛已经流干了，只剩下干涩红肿的眼睛，失神地盯着他。他穿着那套他仅有的新衣服，在我怀里仿佛只是睡着了一样。我从来没有想过，我给他买的第一套衣服居然是他的入殓服。也是在不久后，周围人都在背地里议论我疯了，因为我在20岁那年四处借钱，给自己立了块墓碑，墓碑上写着沈安之墓，沈安敬上。大学毕业后，我成为了一名律师，在法律援助中心工作。步入社会的第3年，我接了一起强奸的案子，被告人是林洋灿。我依旧记得那个夜晚，中年沈安悲戚地看着我说：沈安，我们斗不过林洋灿的。10年后，我终于可以笃定地告诉他：沈安，我们现在斗得过他。我走访了曾经的受害人，几经波折下，最终成功地把林洋灿送了进去。他强奸多人，情节严重，被判了年。不过最后他也没能活着走出监狱。当年被中年沈安砸晕的他，脑子里留了很小的一块淤血。年轻时还没有任何不适，但随着年纪逐渐增大，堵塞了脑血管，他直接脑梗死了。我听到这个消息，冷笑着吐出2个字：活该。25岁那年，家里人给我介绍对象，逼着我去相亲。那个男人留着呆板的寸头，看起来头发稀少，跟中年沈安说过的家暴男一模一样。我只觉得可笑，兜兜转转，这些我名义上的家人怎么还是看上了这个男的？哦，原来是他给的彩礼多呀！我拖着下巴，笑得云淡风轻。既然你们贪他的彩礼，那就让你们的宝贝儿子嫁过去吧。他们3个人从椅子上跳起来，骂我是疯子，骂我是不孝女。我笑得更欢了，连连拍手。正好，我现在就跟你们家断绝关系。从此之后，我再也没有回过那个家。程兰还是一样优秀，可能是上了更好的学校，她职位升得比原来更快了，成为了市3甲医院最年轻的主任医师。她的单位给她分了人才公寓，3室1厅。她嫌冷清，让我搬过去跟她一起住。我去了，程兰时常会陪着我去扫墓，扫沈安的墓。在她知道那个中年女人不是我妈妈，而是未来的我时，她竟然表现得格外平静。她说：以前就能看出来，你们比母女更亲近。我还跟她说了，曾经欺负我们的王莎莎会中年暴毙，她居然到她姑丈家
抓着王莎莎去做身体检查。我问程兰：“他以前那么欺负你，你不恨他吗？”他神色平静道：“我是医生，必须救人。”中年的王莎莎早就没有了青春期的傲气，反而唯唯诺诺地看着我们，点头哈腰，说我们是大律师、大医生。他牵着他的女儿，指着我们说道：“你看，你要好好读书，成为跟他们一样的人。”我俯下身子，摸着他女儿的头，温柔地笑道：“女孩子一定要听妈妈的话，好好读书哦。那些告诉你不需要读太多书的人都是骗子，因为这个世界对女性有着太多不怀好意的陷阱，所以我们要努力读书，去戳穿他们。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多白马王子能够拯救落难的公主，但是它却有许许多多对女性虎视眈眈的毒蛇。与其被动的依附他人，奢求有人能够救赎自己，不如请你自救。不要相信别人会永远爱你，只有你才会永远爱你自己。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请为我点个赞和订阅。如果您有任何建议，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希望今天的故事在你心中留下清香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